自4年前首次宣布赴美设厂以来，台积电已陆续规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3座工厂，累计投资高达650亿美元，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方直接投资项目。但4年过去了，台积电的美国工厂还未产出任何半导体产品，岛内舆论和美国舆论都对此强烈质疑。 芯片制造巨头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家工厂于2021年动工，原定预计最早4纳米制程量产时间是2024年年底，但近日有美国媒体刊文质疑，很可能这一任务无法完成。 而4年来，台积电又大量追加在美国的投资，使用2纳米制程技术的第2座工厂预计于2028年投产，第3座工厂则预计在2030年前投产。3座工厂累计投资额高达65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拜登2022年签署的芯片法案总价值也才550亿美元。虽然台积电投资巨大，但4年来在美国的发展却是公认的困难重重。 在首家工厂建厂初期，台积电既派投资又送技术，还直接派遣上千名高级工程师携家带口前往美国。但管理方面的风险很快就显现。芯片制造业是出了名的连轴转行业，需要工程师随叫随到解决问题。但这遭到了美方人员的抵制。有美国雇员对当地媒体抱怨，很难在工厂长时间待下去，这直接导致投产延后至少1年。 与美国雇员之间的矛盾也让台积电台湾方面的管理层担心。实际上，目前工厂尚未正式投产，工作量仍较轻。未来工厂达到满负荷生产的话，美国员工一旦不配合，将造成巨大损失。按照目前的雇佣比例，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2200人中有一半是美国雇员，未来将进一步升高本地雇佣比例。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面临的第2大挑战是劳动力竞争。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也在该地区扩建芯片工厂，招聘熟练工人，以增加产量，并获得比台积电多得多的美国政府补贴。虽然附近的大学都加强了电气工程等领域的教学，但这些人手显然不能满足需求。有舆论认为，未来英特尔等美国企业挖台积电墙角的情况将不可避免。 实际上，台积电极有可能沦为美国芯片制造业的黄埔军校。台积电之所以4年都没有建成厂，实际上它的进度是被无限的拖慢了。它背后的原因就是美国基本上20年没有建立相关这个厂子的一个经验了。然后美国现在国内又面临一个劳动力的广泛的短缺。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我们说台积电，它到美国设厂，美国的劳工他进入台积电，他面临的是一种 文化的冲击，那很多的这个美国劳工进入之后，他不理解企业的文化，不理解企业的工作时长，所以就会导致双方会面临一系列的矛盾。 此外，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工厂还可能面临政治威胁。美国官员长期以来都非常关切美国对台积电的依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不断强调，美国买的最先进芯片有92%来自台湾，所以台积电亚利桑那厂是美国努力降低对海外生产芯片依赖的一个试验。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不久前在接受采访中直指台湾夺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批评美国政府资助台湾的公司在美国生产芯片。实际上，台积电到美国设厂，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从特朗普的一些言论，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国内战略界它是很多人会把这个台积电 为代表的台湾芯片制造业作为自己的一个竞争对手，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它出台了这个 芯片与科学法，看到美国它要求这些企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一个2选1，所以在最后这种情况下，美国它是希望让这些企业进入到美国国内，并且把它锁死。台湾岛内舆论对台积电赴美投资设厂也充满质疑，认为台积电赴美投资就是民进党在蔡英文时期向美国所纳的投名状，充满了政治算计，商业因素反而不在重点考虑之列。 台湾地区前经济部门负责人尹启明撰文称，台积电赴美投资完全是为了配合美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仅未能得到应有的协助，反而得如此卑躬屈膝地应对各方索取和强悍态度对待。有岛内网友直言称，台积电公司被民进党所害，建给美国人看的。 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表示，美国制造业回流不切实际，台积电投资美国没有未来。
可是问题就在于，他干了同样的事。美国人不用加班，不用加夜班、值夜班，而台湾去的工程师要值夜班，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公司在美国的遭遇，当初就预见了。美国的制造业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美国的基础工程建设能力是很慢的。第二个，美国的工人从哪里找？你如果不要外来移民，谁要做？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制造业说要回流，他没有办法。那请问一下，你觉得制造业在美国还有未来吗？我觉得没有未来，放弃。值得警惕的是，对台湾地区经济有巨大拉动作用的台积电正在被分蛋糕。岛内舆论担忧，未来台湾地区的产业优势将逐渐丧失。8月20号，台积电首座欧洲晶圆厂在德国德累斯顿举行动土典礼。台积电持有新工厂70%股份，合作方德国博士、英飞凌和荷兰芯片制造商恩智浦各持股10%，预计2027年投产。而早在今年2月，台积电子公司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在日本熊本县菊阳町举行开业仪式。台积电还宣布计划在日本建设第2家生产先进半导体工厂。有报道称，台积电甚至还开始与印度开展相关合作。台积电赴美设厂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4年来耗资数百亿，却并没有生产任何芯片。为何被誉为台湾之光的台积电无法在美国复制台湾模式？拜登政府上任后通过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及一系列行政命令拉小院高墙，成功了吗？来看看深圳卫视对岛内资深媒体人雷倩的专访。所以在2025年能够真正量产的话，它真的还是有3、4个条件必须要完成，每一个条件都不是台积电可以自我掌握。台积电于2020年宣布赴美设厂，原本计划在2024年开始生产，但随后延期至2025年上半年开始利用4纳米技术进行生产，延迟了1年之久。而原本在2026年在第2座晶圆厂生产3纳米芯片的计划也生变，改为在2026年同时使用3纳米和2纳米工艺技术生产芯片。对于台积电来讲，我们都知道它是非常临时的被要求在亚利桑那州去设厂，所以并不是它长期的规划，人材料这些都是建厂的时候的挑战，并且呢，当地的法规跟工会是在当地落地的挑战。第3个挑战呢，就是你真正带去的产线以及产线的上下游。它如果上游是按照美国的想法，就是高阶的晶片跟国防科技有关的，应该都是属于跟 Intel 他们设计的那种最先进的。那 Intel 自己本身的设计跟它在新的晶片的开发也是延迟的。所谓的上游产业，就是建设晶圆厂所必需的化学品、设备等材料。虽然台积电和英特尔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加大投入后，吸引了不少化学和材料制造商供应链厂家，但受到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成本飙升以及建筑工人短缺等现实因素，这些对构建完整的芯片供应链至关重要的设备的建设已被搁置或大幅缩减。因此，虽然拜登政府高喊要芯片供应链回流，但无论是台积电还是三星电子，或者是行业龙头英特尔，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从三星的角度来看呢，在半导体里面，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上中下游的连接，所以它到了美国去，它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你要把它完全移回来的话，你所碰到的就是你这些其他的代工厂商，即或他们愿意，他们要再跟你重新在美国的土地上面落地跟谋合，还是有一个很长的时间。雷倩同时认为，即便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台积电也不会离开美国市场，其中既有现实考量，也有政治目的。退场我认为不可能，可是它可以把整个在美国的投资，在它将来的营运计划，甚至或是收入预估里面呢，先把它缩小。它是向美国政府强力要求的一个配合以及政治表态。所以这个配合跟政治表态呢，就会留在那里。所以这个厂建是建定了，开嘛也是开定了。可是它最后是一个大厂还是小厂，这些呢都是将来要看商业上面的安排才会决定的。拜登政府上台后，通过所谓芯片外交，胁迫盟友一起构筑小院高墙，对华搞科技打压。在雷倩看来，这套战略已经失败了。所以你仔细看的话，在目前的晶片战，我认为是全输了啊，不是少输，是全输。
因为它要增加的补贴跟未来如果真的要成功需要的补贴，美国的财政无以为继，它所阻挡的每一个公司都可以另辟蹊径，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小院高墙，就算把它扩大成大院铁幕，还是没有办法挡住。绕开了以后，去开发它自己独立的架构，而这个独立的架构将来不是只有中国厂商可以使用，所以世界上面的市场就会切成两半，而最后美国能够保有的那一半是大半还是小半，将来市场会决定。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是美国政坛的最大变数。芯片政策作为美国的核心产业政策之一，也因此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美国拉的芯片四方联盟的盟友观望心态十足，拜登政府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如今，哈里斯和特朗普都发表了自己的经济政纲。雷倩认为，与拜登政策一脉相承的哈里斯经济学虽然被批噱头意味更浓，但实际上具有极高的拉票能力。我觉得很多人都低估了贺锦丽的经济学，因为传统上政治上面讲的都是那种高大上的东西，联邦准备的利率啊，华尔街的股票啊。可是，一般的小老百姓，他的生活是每天非常在地的，卡债的增加、消费的降等，都是小老百姓的生活。而贺锦丽讲的，我觉得小老百姓是非常有感的。平常华盛顿不去讲这个事情，那现在这个政府真的要帮我做点什么事了，他们终于要出手了。像这一类的贺锦丽的平民经济学，在选举中，尤其是对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我认为会有一定的效果。